欢迎来到 Auto Lab， 我是卡路里。那纵观中国车市啊，在燃油车时代呢，卖得好的两厢车是数不胜数，像什么高尔夫、福克斯，甚至连克鲁兹啊，都给你弄个两厢版出来。而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呢，你会发觉啊，市面上除了一些剁椒鱼头和这种代步小车以外呢，真正黄金比例这种标准的两厢车是少之又少啊。而今天呢，我觉得拉法五它就来了，它的目标呢就是成为新能源时代的电动高尔夫。那虽然说高尔夫在中国车市现在存在感啊不是那么强，但是呢，在它的老家啊，在欧洲，它依然是平步青云、步步高升。这个尤其是在德国老家，那简直就是国民神车。而这一台拉法五的首次亮相呢，就是在高尔夫的老家慕尼黑车展上啊，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这台拉法五是一台全球车，目标就是走向世界。厉害！哪怕是在高尔夫的老家德国。在别人的老家当面开的，所以这台拉法五有着怎样的实力呢？它虽然从体型上来说啊，它比高尔夫会更大、更宽、更长一些。那尤其是在车宽上啊，它宽了足足接近10公分。我们都知道车宽或者宽体的重要性啊，车宽了之后呢，整个的视觉体量感就会更强一些，尤其是车头也会看起来更加的俯冲一些啊。那并且呢，这台车有着19寸的轮圈，我觉得这个尺寸呢是很好的平衡了燃油经济性以及视觉效果。那再往后看啊，其实这台车还有着一个大家曾经追求的一个装叉神器，就是这个无框车门，怎么样？除了6个动感的车身颜色以及大面积的熏黑的钢琴烤漆装饰以外呢，在车尾这台车甚至给你整上了小小的扩散器啊，这种感觉。那以及呢，还有着一个液态金属银的专属版本，也许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 Ultra 版本啊，它会拥有更强的性能调教以及操控啊和一些专属的套件，在不久后大家也可以看到。那当然，光说不练是假把式，那这台车呢也做到了操控上轴荷比做到了50:50，这不是堪比宝马？什么直逼宝马？那作为宝马车主，我当然非常好奇这台车的操控体验了。下回的试驾活动再来替大家感受感受。那虽然说操控咱们下次才能感受，但这台车的质感我还是给大家好好说道。那整个车坐进来的感觉呢，就是简约，但不是非常的简单啊。那首先对于驾驶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方向盘。那这个方向盘呢，双拼色的设计啊，比如说这个黑紫的配色还是很动感的。那以及呢，上方还有这个悬浮式的这种气囊盖啊，我觉得配合着下面这个装饰，那整个方向盘的运动感是有的。而且上面呢是这种实体按键的控制，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热爱驾驶的人来说，属实是要好评的。那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呢，很多都是非常实用的部分。那尽管布局上你觉得看起来和领跑的有的车型是有点类似的感觉，但是细节设计啊，比如说它的空调出风口，它没有采用一些这种电动调节的方式，而是采用了实体的这种空调的手动控制啊。但是你会发觉在设计感上它很强，例如它把氛围灯藏在这个空调出风口的内侧，有一点点这种内透的设计。那以及整个的装饰呢，它也做这种扁平化的处理。那甚至呢，在副驾还给你放上了这个洞洞文学啊，那就像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一样，很简单，但是呢很舒服。比如说冬天穿 Birken， 对吧？那个夏天呢，咱就来一双洞洞鞋。那这个洞洞文学就很流行啊。那不仅仅可以挂你的像拉布布、你的 GoPro 啊，甚至插一朵鲜花也没有问题。那当然也可以给这里装上一个小桌板，你就可以在副驾来吃饭、办公都是 OK 的。那以及这台车呢，虽然说这个体积不大，但是对于前排来说呢，我觉得配置像座椅的通风加热都是有的，而且从质感上来说呢，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比如说它的门板上啊，采用了一个双拼的配色啊，下方呢是一个这种亮面的紫色的光皮，而上方呢就有一点点翻毛皮的这种感觉，但是拼接起来呢，的确看起来会更加有层次感一些。那内饰的很多部分呢，都采用了这种钛色的这种装饰啊，并且进行了一定的花纹的设计处理，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是刚刚好的状态。那拉法五的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呢？那其实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啊。后排首先坐姿呢，这个臀点是比较低的，然后坐进来有种下陷的感觉。那以及呢，这台车啊，腿部空间大概正常坐有着2拳不到，那头部空间呢也是有一定的啊。当然上面是一个全景天幕，还带实体的这样帘，这一点女孩子真的是爱了。那下方呢，你会发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也好像中控的这种扶手全部都是有的。那下方呢还有着一个非常实用的 Type C 的接口和一个 USB 的接口，那以及呢还有一个真的是真正的车规级纸巾盒啊，内置在了后排这个储物槽里面。那这个相比雷总的那个车规级纸巾盒呢，我觉得属实是更加让我这个Ultra车主羡慕的。
那曾经在大家的印象中啊，3厢车代表的是家庭与实用，而2厢车代表呢是精致与生活啊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2厢车好停好开是真的。那以及呢，回到命名上来说呢，我觉得法拉利的拉法呢是真正为了怀念老爷子啊，法拉利老爷子的这种家喻户晓，而领跑的拉法5呢，则是真正的需要代表这种中国车出海走向世界的一个状态啊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呢，我觉得是没有冲突的。那以及呢，这台车真正会在中国市场卖一个什么样的价格，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。